体姿势的不正确，就会使经络堵塞。但是最有趣的就是经络我们看不到，到底要怎么样做保养呢？可能经络是我们讲阻力最小的地方，像是肌肉跟肌肉的缝隙中间啊。但是跟经络气血不通最有相关的就是说情绪不好，其他运动也有助于经络畅通的哦。你的那个气血充足了，你的那个情绪啦，或者是你的焦虑就会减轻。我们的手指尖、脚趾尖，它其实是12经络的起点，所以有人会按脚底也是的哈。涌泉穴。对，涌泉穴没错。那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针对久坐跟熬夜的人，是可以去调整他们的经络健康的？那如果说他要更进阶的话，我们就请他起来蹲马步。蹲马步。对。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我是 Amber。中医认为，经络如果畅通无阻的话呢，气血就会顺利运行到全身，那就可以让我们的脏腑啊、皮肉筋骨，甚至是关节，还有其他的组织获得滋养。相反的，如果因为不良的习惯造成长期姿势的不正确，然后肌肉会僵硬，就会使经络堵塞，气血也会受到阻碍。那累积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疼痛，更严重的话就会产生疾病。但是最有趣的就是经络我们看不到，到底要怎么样做保养呢？那今天请到的专家是吴建东医师，吴医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全球观众们大家好。这个淋巴呀、血管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经络看不到的话，我们怎么样对它做养生啊？是经络的实质从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就一直找了啦。那我们书上都写很清楚啊，图都画得好好的啦，还有那个模型，对不对？同人。对。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找不出经络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有做一些研究啦，有一些推测。我们认为说可能经络是我们讲阻力最小的地方，就是气血可以通行的地方，像是肌肉跟肌肉的缝隙中间啊，骨头跟骨头的缝隙啦，或肌肉跟骨头连接的地方，那地方应该是气血在走阻力最小的地方，就像是我们那个下雨以后会有河水在地上跑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认为经络的实质应该是这样子的东西。改善经络，让它循环改善的话，当然我们首先3个要点啊。第一个，气血要能够足够，能够跑得顺，所以气血要充足。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经络不要有阻塞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中医讲的淤血啦，或痰湿啦。那第3个，经络您不要把它折起来，就是说它的姿势或者是它的经络的走向，它是正确的。比如说某个地方姿势不正啊，弯腰驼背啦，或者是压得太久啦，经络也会自然的不通。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说，例如像哪边地方酸痛，因为刚刚说不通则痛嘛，哪些地方酸痛，或者是说，因为经络好像跟情绪是不是也有关系？例如说哪些情绪不好，然后就会也算是经络不通，可以从这2个方面去理解，说你的经络通不通吗？可以，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痛则不通嘛，不通则痛嘛。可能那个地方经络气血不通了，它的养分减少了啦，它的代谢产物带不走啦，就会表现出那个地方经络的循环会变差的这个状况。那刚刚提到的情绪的部分啊，像是中医讲的一些七情的部分，像是怒喜忧思悲恐惊啊，也会跟经络的一些气血不通会有一些相关。但是跟经络气血不通最有相关的，我认为说可能跟气血的瘀滞有相关，就是说情绪不好，容易觉得忧郁啦、焦虑啦，甚至有些呼吸不顺的啦，甚至有些手脚麻这些症状。这个会跟经络的不通会最有相关。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样的话变成是说，例如说我害怕，或者说我很胆小，或者是说我很爱生气的人，是不是就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可能疏通哪些经络，或是做哪些活动，就可以让他的情绪不会是，例如说胆小、害怕，或者是爱生气啊？没错，这个确实有帮助哦。像是刚刚提到的爱生气，就是属于肝经的气血比较不通啦。那像是如果说害怕、胆小的啦，那个我们会认为说跟肾经的气血会比较有相关。那只要你下去练的话，我们练我们的不管是导引术啦，或者是其他的运动啊。其他运动也有助于经络畅通的哦，然后让运动经络畅通改善以后，你的那个气血充足了，你的那个情绪啦，或者是你的焦虑就会减轻，或者是您的那个比较胆小的啦，或者是比较没有信心的啦，意志力也会增强，是这样子。所以其实难怪人家说运动后有很多，例如说烦恼的事情会解决，可能他在某一个方面，他就是同样这个道理，所以是解决了这些情绪上面的问题。是。
通经络上面，我们就会想到说，那可能针灸啊，或者是什么做一些按摩啊，那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法是可以疏通我们的经络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导引之术，运动就是啊，或者是我们平常在诊间常用的，就是内服药啦。对，内服药也是，这我们其实是最常用的。比如说某某药佛哪些经络啦，某某药佛另外的经络之类的啦。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人肝气郁滞，我们可能会考虑开一些像是柴胡啦、白芍啊，让肝经比较通畅啦，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人肾气不足啦、肝气不足之类的啦，我们很常就用到，比如说枸杞啦，对，再去补一下他的肝啊、肾之类的。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古人很早就知道哪些食材它可以去通哪些经络，然后有哪些帮助这样子。是。也有人在讲说，你要活络这个经络，其实按按手指、按按脚趾就可以了。可以哦，有帮助哦。因为我们的手指尖、脚趾尖，它其实是12经络的起点。对。比如说这边是肺经啊，这边是心经之类的啦。这样子，5个手指头、脚趾头都有。对。比较特别的是那个肾经啊，它是从脚底开始跑的。所以有人会按脚底也是的哈。涌泉穴。对，涌泉穴没错。所以那个手指尖、脚趾尖啊，甚至脚底啊，按摩都有帮助。但是也不是说光按这些地方就好了。因为这只是起头，它是经络气血是最小的地方。比较大的地方是比较像手臂啦、大腿、小腿啊，或是比较靠近身体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做五行之气啊、太拳这些导引之术的时候啦，我们当然也会按摩手指内的末梢啦，但是其他地方像是手的动作、脚的动作、是身体的扭转啊，这些对于比较大的气血比较大的经络，应该讲经络比较大的部分，它的帮助会更大一些。就是选择大块面积的经络去做运动，其实是对那个经络的通畅是更有帮助的。是，所以我们建议不可偏废，您手指尖要按摩，身体要动，肌肉要锻炼，这样子。我突然想到，运动也是会先找大块肌肉来做运动，因为那个是 CP 值最高的，对，效率最高的地方。那讲到这个经络养生啊，在网络上就会有很多的12经络养生法，什么时辰必须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想要请您帮我们建议一下，就是说针对例如说像上班族啊、学生啊，还有就是长者，他们在经络的这个养生上面有没有比较特别需要注重的东西呢？有的。我们在门诊常发现上班族他比较难以去控制他的时间，比如说他有需要跟国外做开会的啦，他就每天晚上半夜在那边准备上班这样子。半夜准备上班，对，很难说你哪个时间一定那个时间空出来练，你只要有时间可以做休息，有时间可以做锻炼，你就把那个时间拿出来用就已经很好了。对。但是上班族有一个缺点啊，他是常需要久坐。对。所以可能做个10几分钟、20几分钟就起来动一动，对，让循环会比较改善。那如果说有一些建议他的锻炼的话，我们手脚有不一样的锻炼的招式，然后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是上半身的话，你可以练那个8段锦的2手托天理三焦，像这样往上推，再从两边放下来，就这样就可以了。对，吸气，翻掌吐气往上推，吸气，这样两边放下来吐气，就是做一个像伸展这样子的动作。对，这是手的部分。那脚的部分，我们就直接用那个五行之气的下肢按摩方式，然后从外面往下推，再往里面推上来。这是疏通下焦的经络。要很用力吗？这个手不用，轻轻推就好，轻轻推就好。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上班族啦，他久坐以后会有下肢酸痛啦，或者是肌肉比较没有力啦，甚至严重循环不好，还会容易有水肿，对，静脉曲张的问题。下班后水肿问题很多。对，所以这样子多推一推会有帮助了哈。当然起来走一走最好。那如果是老人家的话，老人家他时间多，然后他体力又比较差，对，我们会建议他就是当然营养的均衡充足会最重要，蛋白质要多摄取一些，然后那他就练时间多嘛，我们就练全套的就好了，什么都练。对，比如说五行之气，我们练一次30分钟，就整个给他练完啊，他也全练完20几分，也全部把它练完啊，这样子，这样效率会最高。是，那如果是学生的话，其实我觉得学生跟上班族很接近啊，一样都是要久坐啦。但是我会建议学生可能要多注意脑部的循环。脑部循环，因为他要准备做脑部按摩吗？对，头部按摩。然后建议他早睡。
这个是很大的重点。对，因为睡眠的时候对，我们的脑部的那个细胞才会在修复啦。对对对。那时候会脑部的细胞重建以后，它白天念的东西会比较好记进去。没错没错。是，那运动的方面我觉得学生我们都管不动他啦，他去做他喜欢的就好。有的喜欢跑步，有的喜欢游泳，有的喜欢打篮球，他做他喜欢就可以。因为学生他体力好，对，做一些比较剧烈的也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医生你讲的这个建议呢，都就不是很难，然后都很贴近。因为像例如说上班族，他就是一定得晚上可能必须得开会，你又不可能叫他11点照着那个经络的时间去睡觉。那至少我们就是多站起来动一动。学生我真的碰到太多的学生都是晚上不睡觉，熬夜打电动啊，做什么事情，所以真的睡觉对于学习还有成长，想要长高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没错，对对对。最后可不可以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熬夜跟久坐这2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就是它最伤的是我们哪个经络？那有没有就是刚刚医生有教我们一个很简单，例如说上班族这个动这个手的这个上半身以外，那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针对久坐跟熬夜的人是可以去调整他们的经络健康的？是久坐我会比较担心是下肢循环比较差，像是旁边的少阳胆经啦，前面的阳明胃经跟后面的太阳膀胱经，还有里面的3条那个经络肝脾肾也有可能会循环变差，所以刚刚的下肢按摩那个就有帮助。那如果说他要更进阶的话，我们就请他起来蹲马步。蹲马步，对，培养我们的下焦的气血，培养我们的肝肾的气血，这样子是会对于我们的肌肉的锻炼啊，或者是甚至对于我们肾气，或者是荷尔蒙调节都有帮助。只要蹲着就好了，其实都不用管姿势，不要姿势要正确来行，会容易受伤。是蹲马步有几个要诀啦就是但我会希望您可以蹲到大腿跟地面平行这样子，然后膝盖不要超出脚尖太多啦。如果您蹲低一点会超出一些也是无所谓啦。但是重点是您的那个膝盖要跟脚尖对齐，都要朝向比如说有人认为朝向正前方啦，或稍微外开个15度啦，这些都是正常，都是 OK 的。医生，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刚刚提到那2个要点呢，其实就会让我想到跟深蹲其实是蛮像的。因为人的身体构造就是这样啦，对，所以不管是东方的蹲跟西方的蹲，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太多。所以其实2个都可以，只要就是蹲住就对了啦。但您蹲的时候要注意你呢一定要气灌脚底，气灌您的那个地板所以您用力会需要用在您的大腿跟臀部的地方，你的力量不要集中在您的膝盖上面。明白。就是说要意识到是用大腿的肌肉或者是屁股的肌肉去把你自己撑住就对了，是不要用膝盖去顶住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术语叫做陆地3分啊，感觉好像脚要站稳，但是其实不是那个意思，是说屁股跟大腿的肌肉要用力。是，但是您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脚往地上用力踩的那个感觉，这样踩的时候你就可以特别就会去用力到你的肌肉的部分了。也不是讲肌肉特别用力而是说您的气要能够一贯，劲要能够一贯这个意思。有时候用力过头会容易肌肉僵硬起来，酸痛也会有啦。对，没错。那刚刚讲到那个熬夜呢？熬夜的话基本上比较容易伤肝胆啊。对，因为熬夜那个时间正好是肝胆经在走的时候，你没有好好休息嘛，气血没有回到你的肝脏，所以我们会介绍大家刚刚的那个2手推你3招是有帮助啦。我们介绍一个更精确一些的或者是更进阶一些的，叫做拍血强肝。在五行之系里面，拍什么？邪的血，拍血。对，拍血强肝，肝是肝脏的肝。那我们先把右手举起来，往前上举，我把这个肋骨稍微往上拉一些，然后用我们的空掌，轻轻拍那个斜肋下面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肝胆的地方，促进这里的循环，然后促进这里的胆汁的排泄，这样是拉起来。手举起来的原因是？对。拉起来我们手举起来，我们的这个肋骨才会往上抬。对，我们的肝胆才会露出来。是因为一般来讲放下来的时候，那个肋骨会把肝胆给挡住嘛。对，所以会变成，所以我们把它抬起来，稍微抬起来以后，轻轻拍这个肋骨下面这个地方，我不要太大力拍以免受伤，轻轻拍就好。那肾不好是不是也拍肾啊？对，胃不好也拍胃。胃。不大是，肾是可以拍啦，因为五行师里面也有拍肾的那个动作啦。就是有一些内脏其实是可以透过拍它，然后让它能够比较好一点这样子。是。这个拍好的概念是什么？
肝脏它是一个循环很旺盛的那个脏器啦，它又是一个很安静的脏器，它有问题的时候不会跟你讲，对，有问题通常是循环不好啦，所以有些代谢会变差啦，有一些脂肪累积啊，变脂肪肝之类的啦。我们拍一拍，让这边的循环史比较改善一些，循环能够改善，比较不会容易出问题。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吴医师告诉我们这个经络的保健。长者、上班族还有学生族群可以怎么样去保健我们的经络？今天非常谢谢吴医师，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全球观众。